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认证迪丽热巴最强代表作，她真的被低估了。提到内娱九十花 Top， 有杨紫、周冬雨、迪丽热巴等，其中杨紫在电视圈发光发热，周冬雨在电影圈大放异彩。只有迪丽热巴虽然经常挂在热搜上，但话题大多都是有关美貌的。许多人默认她的几部出圈作品还是早期的《克拉恋人》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都是配角。后面她也演了许多主角的作品，可惜除了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口碑和热度都不错，其他的大多水花很小，因此许多人质疑她的演技和抗剧能力。在这里却想介绍一部她主演的作品《长歌行》，原版漫画就很好看，电视剧版进行了改编，其中包含的家国情怀和人性思考远比情爱多得多，也更深刻得多。首先是人物设定，每个角色都很鲜活，也很丰富。在年轻角色上，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成长。这里简单说一下女主李长歌，她的设定就不是一个小女人，虽是女儿身，但是时刻以家国天下为先，这个主题也贯穿了她整个成长。不过她到底只是一个小女孩，一朝看到家人被杀，满脑子想的都是报仇，甚至胆大妄为到偷太子喜。这里其实可以明显感觉到她有家国观念，但是尚不成熟。她人生的第一个导师是李世民，可是基本停留在理论层次，遇见公孙刺史后，她的思想观念才逐渐成熟起来。此时大唐和各部落处于和平相处，但又需要相互戒备的状态下，李长歌在中原和草原两个地方反复来回，却无意打仗。赵露思饰演的乐嫣是深入到民生中，了解了百姓疾苦，学会了去体谅和珍惜。而李长歌是通过战争，他已经意识到了，只有和平，百姓才能真正获得幸福。李长歌的人设即便到最后也没有崩塌，他依旧难忘旧怨，但他更知道，只有李世民才能开创大唐盛世。最后他母亲自杀的真相被揭穿，其实真相是什么都无所谓的。值得点赞的是迪丽热巴的男装扮相，网上一直有人觉得她长得有点硬朗，偏男化，接了少年将军这样一个角色，就好像是为他贴身打造的。而且迪丽热巴的男装一点都不将就，基本没有什么妆容，就连睫毛都剪短了。男性角色的妆容基本都在眉毛上，迪丽热巴的李长歌化妆重心也在眉毛上，眉峰上扬，看起来更有力量感了。当然，如今许多古装剧都偏偶像化，这部《长歌行》为了流量，势必要抓住观众的胃。里面依旧有很多爱情戏的桥段，各个国家、各个年龄层都有。与众不同的是，这部剧基本没什么吻戏，男女主唯一一个镜头还被鹦鹉代替了，但描写出来的爱情戏却让观众很感动，因为里面每个人的爱情都是势均力敌的。比如李世民和景夫人李长歌之母的爱情，阴差阳错之下，他们没有在一起。编剧的笔下，爱情没有让他们变得盲目。景夫人写信给李世民，是为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情，同时她也清醒地知道自己与李建成来说是亏欠的。所有他选择自杀似乎是注定的，李世民和李建成必有一人死，他无论如何都活不了。所谓好人坏人的不同，也不过是所在的阵营不同而已。就拿大 boss 义成公主来说，她为了光复大隋的心愿也没有错，同时她的一生也是可悲的，被迫嫁给了4个男人，第3个男人最爱她，她却亲手杀了他。在义成公主的心里，只有光复大隋这一个目标。其实她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世家女，她感念的是大隋给了她公主的称号，她享受了一天的荣光，之后便为大隋奉献了一生。义成公主和李长歌的设定很巧妙，他们都是跟大唐李世民有仇的人，但因为个人选择不一样，结果也不一样。他们原本都没有错。长歌行刚播出的时候，大部分人确实被网上的言论影响了，都在吐槽李长歌的发型，说迪丽热巴太男性化了。或许只有看过剧的人才知道迪丽热巴与李长歌的适配度有多完美。整部剧没有俗套的玛丽苏情节，一直在叫人向上，探讨了一个小我和大我如何抉择的问题。也难怪当长歌行被全网嘲的时候，央视亲自下场为他点赞，他值得。所以我愿将他称之迪丽热巴的代表作，他们也值得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